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75楼 check in 的地方。那他说了，这个地方就是有非常美丽的景色，像这个角落的话，就是看双子星跟这些塔最漂亮的地方。那我今天是2025年9月1号，那其实昨天刚好是马来西亚的国庆，那所以他说这边昨天的话是有放烟火，这边是看烟火最好的地点。那这边75楼的话，就是负责 check in 的地方。帕海亚的话，标准标配的话就是高楼层，但是它没有所谓的lounge的设置。那但是这边这间帕海亚为了让客人就是进来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坐，所以它在酒吧的部分，那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可雅的一个酒吧。那它在白天时段的话，就让住客 check in 完之后，在这边可以做一个 refreshment。那这75楼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窗外看出去的景色真的是美丽无敌呀！那同时，这个酒吧也是这间帕海亚3个标准就是特色餐饮之一。我们现在就坐在这个酒吧，白天酒吧还没有供应酒的时候，就供应这个 refreshment， 所以我们现在就还没 check in， 现在是12点多。那我们坐在这边，先给大家开场白一下喽。这一间吉隆坡的帕海亚呢，是我非常期待的，因为它是近年来亚洲开幕的最新的一间帕海亚的。那而且它位在吉隆坡，非常神奇的，它挂到 Cat 5。所以当时我知道它挂 Cat 5的时候，我就哇，心中就觉得好神奇啊！因为雅加达的只有 Cat 3，然后其他间的话 Cat 也没有这么高，所以这是亚洲区最新的一间帕海亚。而且它都到吉隆坡是个酒店消费比较低的地方，那它开出的房价其实哇蛮惊人的。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有多厉害。那它位置确实蛮厉害，它在目前吉隆坡最高的高楼叫 Merdeka 118的大楼，它在75楼以上都是饭店区域。那目前饭店的客房开到最高楼是106楼，楼上部分还没有开。那我今天的房间就会在最高楼的106楼哦。等一下我们去房间开箱，你们是不是很期待？我也很期待。我对于帕海亚这个品牌是非常喜欢的，那也上过好几集给大家介绍了。最近也是刚隔月上的曼谷博悦啊，对不对？就为了今天的吉隆坡博悦打头阵的哦。因为其实亚洲的博悦我几乎都去过了，我唯一剩下还没去的是在那个上海、苏州、宁波3间没去，杭州帕海亚我去过了。那我们今天非常期待这间帕海亚开箱，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是酒吧区拿来当做 check in 的 refreshment， 给大家一个小招待点心。我们先来吃一口可颂。可颂普通，再试试看这个丹麦。丹麦好吃很多，可颂就不用拿了。可颂不行。饼干，这饼干好好吃，柠檬椰子香味，饼干不错。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的话，就是帕海亚的这个 Park Lounge。那这个 Park Lounge 的话呢，就是提供早餐的地方，那也是吃下午茶的地方。那这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下午茶，所以我们现在等待房间的时候，我们就先来享用这个下午茶部分。那这边的话，餐厅的选择不多，就这个 Park Lounge 的话，算是一个全日餐厅。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这边是明天早餐丰富的自助吧台区都在这里了，然后都有很多像这样窗边的位置，在高空美景用餐，这算是帕海亚的各种的标配了啦。就像我讲过嘛，在曼谷啊，在雅加达啊，在首尔啊，这基本上是标准配置。这是饮料部分先上了，左下方这一杯是他们这边招牌的昆布茶，右边是气泡茶，是个 cranberry 的 rose， 然后中间那个是这边的帕海亚的 signature 的 blend tea， 那是南非国宝茶做底的，闻起来味道蛮香的。等一下我们搭配下午茶一起来享用看看喽。这是我们下午茶的第一道已经上来喽，这个是一个布里欧的面包，然后中间是有一些蟹肉的沙拉，再配合上这个柚子的这个蘸酱，中间这一片叶子应该是这紫苏叶还是芝麻叶啊？等一下吃就知道了。然后我们先来喝一口它这个搭配这个气泡茶，玫瑰的味道很香，就是玫瑰气泡茶啦。好，那我们来试第一口这个，是紫苏叶。所以这个是很日式风格的，它是紫苏叶、柚子、蟹肉，然后布里欧面包，
配上这个玫瑰气泡茶。接下来第二道呢，左边这个的话，这个是鲑鱼，下面是一个 waffle， 所以这个鲑鱼跟 waffle 的组合。右边的话，这个是咸的，它这个是鸭肉，然后我用一个脆饼把它裹着，上面放一个樱桃，另外有加一些这个应该是开心果，我们来吃吃看哈。那我们先试鲑鱼好了，先来试鲑鱼哈。鲑鱼下面那一块 waffle 很脆很好吃，那个 waffle 有一点像那个扁可颂的口感，不是一般的那种软的 waffle， 是脆脆的 waffle， 所以口感非常的好。上面鲑鱼跟酱料也很好吃，味道不错。这个下午茶水平呢，我觉得可以跟上次我拍的那间 Ritz Carlton 日光那一间可以做比拟，非常不错。那这个咸的鸭肉脆饼，我们来试试看哈，真的是鸭肉哎。我觉得这应该是开心果，我试试看哈。它的鸭肉跟那个樱桃的酸味融合的刚刚好，旁边的脆饼很脆，这道也蛮好吃的。目前吃了3个小口，都非常的赞。好了，我们下一道是龙虾饺子 （Lobster Dumpling）。龙虾的汤汁是不错，这个的话应该是要连同汤汁一起吃。哦，这感觉是有一点辣油，这应该是不错。那我辣油要多一点。来喽，龙虾一口，很有港式的水平。下面的辣椒酱，那个辣油画龙点睛，它有点像是港式虾饺做法，但里面用龙虾代替，很鲜。配上这个辣油画龙点睛，而且我觉得很有马来西亚风格，因为毕竟就是新马这边这个辣味也是很重要的元素之一。这一道也很不错，目前吃了4道都不错哦。好，我们的下一道是 sorbet， 因为刚刚就是咸食吃完了，所以就要来个 sorbet 清清嘴巴，然后等一下就要上司康跟后面的甜点了。所以这个下午茶制作就是一道一道式的。那这个 sorbet 它是用米珠拿日本的水菜做的，所以这边日本元素好像还蛮多的。好，我们来试试看哦。这个用日本水菜做的冰做的 sorbet 会是什么口味啊？好，真的菜味很浓，真的非常水菜。好，这个我吃不习惯，这个太水菜了。下面的草莓我赶快来吃一口解救我一下。草莓好吃，水菜做冰淇淋，好，这个我不能理解。好，那喝一口这个，它这边招牌这个 blend tea 是用南非国宝茶做底，加入一些橘子皮。这就国宝茶，酸酸的国宝茶，还有放一些芒果的东西。前面4道都很不错，这道水菜冰淇淋可能是我吃不惯。好，再等下一道。接下来就是所有的下午茶的重头戏，重点来了，一定要有司康。司康是下午茶一定要有的。那司康的评比，除了司康本人之外，配料也很重要。莓果酱一定会有一个，这个草莓酱，然后这个英式奶油非常重要。好的司康这个英式奶油加分是很多的，它还多一个这个 orange marmalade， 就是个柳橙酱。2颗司康应该是要不同口味才是合理的。一般来讲，给2颗司康，像在台北文华东方的话，2颗司康一定是不一样口味。台湾的话就会有伯爵茶口味的司康，所以这颗是原味的司康。这一个的话，上面是有些葡萄干司康，好吧，勉强可接受。我们先试一口这个原味司康，先看它原味。口感扎实度上没有问题，酥脆度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香气差了一点，不够香。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英式奶油可以帮它扳回一城。首先，这个英式奶油挖起来的手感是正确的，英式奶油挖起来不能过软，也不能过硬。英式奶油加分加很多，配上英式奶油之后就很不错了。我们再试一口它这个草莓酱。它草莓果酱是有果肉的，所以比较不好挖取。我用一个方式让它比较方便食用，这样就可以了。它的草莓果酱加分加在它是有果肉的，所以蛮不错的。最后这个橘子酱橘子酱也是满满的果肉哎。橘子酱也不错，
那我觉得思康本人的话，我觉得可能70-80分，加了酱料之后就有90分了。另外一颗只有葡萄干口味的话，是稍微可惜了一点，应该要有一些在地特色的东西会更好。因为一般来讲，2颗司康应该是要做比较不太一样，这部分是可惜了一点。来试试看这个马德莲吧。我觉得马德莲的表现比司康好，外酥内软，这个完全没毛病，这个很好，这没问题。我们现在来到下午茶的最重要的环节了，甜点车推出来喽。好，我们来看看甜点车上面有什么。这边的话，这是一个塔，是卡拉芒西四季菊做的塔，当地的东西。然后这里面的话是巧克力。哇，感谢他很贴心。然后这边是芒果，这是橘子，旁边是 marshmallow， 就是棉花糖。这边还有另外2种巧克力。左边的话，这个是一个热带水果的拼盘，这个是 Valina 做的东西。这个的话是柚子做的东西，然后这个是马德莲，然后下面这边这个是黑走拿做的东西。这个是荔枝做的甜点，这是椰子做的甜点，然后这个就是樱桃，最后这是 double cheesecake。刚刚历经了非常严重的选择性障碍，最后呢，我选了3样。他说可以选一个巧克力，所以我拿了一个这个榛果巧克力。然后那个塔看起来很厉害，就是用那个四季菊卡拉芒西做的塔。最后他推荐我试这个用香橙，就日本柚子做的这个，他说是有点像起司蛋糕，但又不是起司，有点像软起司的东西。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卡拉芒西的这个塔开始来试起好了。这个塔切下去手感是正确的，上面的四季菊非常香。不过呢，塔的中间跟塔的饼皮比我们台北的法蓬还差一截。这个饼皮不行，但柚子很香。再试第2个，来试这个。他说像起司蛋糕又不是起司蛋糕的东西。这一道就给过。它中间的层次，它有一层薄薄蛋糕体，另外一层是柚子，就是柚子香橙做的一层慕斯，然后再裹上轻的起司、软的起司，soft cream， 然后上面再有一片这个水果，下面的饼皮也比较酥。这一道比这个塔表现好非常多，这个给过。最后这个榛果巧克力，这就中规中矩。那不过整体吃下来，这个下午茶，它的价格的话是一套的话，不含这个气泡茶的话是219马币。那其实在马来西亚当然算蛮贵的，换成台币的话可能还好。那我觉得他甜点车很有诚意啦。然后他说一个人的话，原则上是选2样。不过他是说，如果你吃得下，他们怕食物浪费。那你如果吃得下的话，甜点车如果出来第2轮的时候，他说是允许你还可以再吃啦，但是他就不能让你一次拿太多，他怕你吃不完，大概是这样。好了，那这就是下午茶的介绍喽。好，我们刚刚吃完了下午茶之后，旁边就是 guest room 的电梯了，所以我们现在从这边走进来。哇，这客房电梯的布置非常的漂亮。那我们看一下它这边哈，它这边的话其实就是75楼的部分是 lobby、park lounge， 还有晚餐我们要吃的 Merdeka Grill， 还有这卡卡的那个酒吧。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到98楼，中间都没有东西，中间是给别的用途的。那 SPA 健身房在99楼，那客房都在100楼以上。那目前只有开放100到106，今天是2025年9月1号，那之后会慢慢的往上开放。好了，那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房间喽，走。那现在我们要到我们的房间呢，我们要怎么做呢？这边的话按钮只有这些按钮而已，所以我们要直接逼我们的房卡。就会显示106楼了。根据check in人今天跟我们说的这个状态，今天是106楼第一次接待客人，因为他才刚开幕，才2-3个礼拜而已。哇，所以这106楼一出来，其实这个中庭也是很漂亮，设计是很美，但是不得不说，我的眼睛现在好辣，就是甲醛味真的是好浓好浓，就真的是非常的腥。这一间确实是本层楼最大的套房，所以是 Premium Suite。然后
们来看一下房间的内装喽。房间内装就是标准的帕海尔的内装，非常的高雅典雅的风格 ，classic。那这个其实用色配置都很像啦，这跟雅加达博悦其实也真的是非常的相像。客厅非常的大，然后再来，第一套的卫浴的话是客用的，所以它这是标准的套房设计，这是客用的卫浴在这边。再来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更衣间。哇，这真的是超大的更衣间呐！大家看，我现在站在这边，这更衣间真的超级霹雳无敌大。然后走进来的话，这边就是第二间房间里面的厕所。然后这个是卫浴，卫浴的话当然没有问题啦，帕海尔的标配 Le Labo Bergamot 标配。然后再来出来。在美的窗边就有一个浴缸啦，房间还有新鲜的兰花，浴缸也很美。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主卧啦，主卧的话也是，这个主卧真的是跟雅加达帕海真的是孪生兄弟耶。这个窗外的风景也是非常漂亮，毕竟这边是106楼嘛，真的是很高很美。哇，真的是跟雅加达博悦非常的像啊！这间博悦豪华套房真的是美丽到不得了啊！好，这是房间里面的 room tour， 非常的漂亮。这是在拉比这边要前往 Merdeka Grill 的走廊通道，也是很漂亮。那我们今天晚餐就要在这一间 Merdeka Grill 来享用喽。我们在 Merdeka Grill 的晚餐要开始了。这一间首先上的这个是 Brio， 是用大蒜等等去做的一个酱料，看起来蛮特别的。我们等一下来尝一下。那这个餐厅的话，用餐的环境其实非常的不错。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应该是有企图心想要拿星星的餐厅了。我们先来试一口它这个 Brio 的面包。一个好的餐厅面包也是很重要的。哦，这个酱好好吃哦，看起来红红的，可是不辣。然后今天跟我来的朋友，就是我们节目的顾问，他点的是一杯这个 Chardonnay。那这个 Chardonnay 他刚刚倒的时候非常的专业，就是用一个瓶子，他让 Chardonnay 充分跟空气混合。而且这一次法国 Chardonnay 非常的香，这个不用喝都知道这个超棒。所以2支白酒目前都非常的喜欢。吉隆坡博悦目前我们体验到现在，觉得它的软体服务上面做的真的是很好。像刚刚这个光这个倒酒这个小细节，它就有几个细节做得非常的好。第一个，因为我们点2杯不一样的酒，所以你看哦，酒杯是不一样的哦。这是 Sauvignon Blanc 的酒杯，这是 Chardonnay 的酒杯，所以它确实在酒杯上面都是有很讲究的，倒法上面也不一样。这支 Sauvignon Blanc 比较适合温度低，所以这一支温度是比较冰的。另外这支就没有那么冰，然后倒的时候也会用一个另外的一个酒的瓶子，让它跟空气混合多一点，让它香气可以散发更多。所以从酒杯不一样，倒法不一样，温度不一样，处处都显示他们的用心的程度。我们的海鲜上来了，这是 Red Snapper 当地的鱼，这个鱼看起来就很不错，外面煎的酥酥脆脆，如果里面软嫩度刚好的话，就真的是100分了。旁边的酱汁的话，有一些就是用一些就是那个柳橙啊、柠檬做的酱汁，下面是一个 potato， 上面那个是茴香。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味道。它这个鱼的话，外面煎得很酥，里面的肉质的话是很扎实的肉质，切下去是蛮饱满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来试喽。这个鱼的处理手法非常的不错。我们再来试一下它做的那个茴香是什么东西。吃起来就像一般的菜，应该还不错。马铃薯试一下，
马铃薯是千层马铃薯，一层一层的，外面用酥皮裹上，非常不错。还有一个细节哦，我们2个人吃这个分食的这个盘子，这个盘子是热的，所以食物的盘子是热的，这个分食盘的盘子也都加热过，它会提醒你盘子是热的。目前为止，细节上面做的都非常的到位。现在帮我们现切的这一个就是这边的招牌料理 Signature， 那是2人份的，这是牛排的部分，也是炉烤的。那我们点的是它招牌推荐的 medium rare 的熟度。哦，看起来肉质非常的漂亮。泰式辣酱、奶油酱、红酒酱跟这个胡椒酱4种酱汁。这是我们的配菜 side dish， 就是玉米，还有这个现磨的 wasabi。我们先试试看基本的这个蘑菇酱，就是胡椒酱，这个胡椒酱，第一种酱汁。牛肉本人很嫩，很好吃。第2口是这个牛排酱，有牛肉做的酱汁。我觉得这个比第1个好。再试看奶油酱，它这虽然是奶油酱，不过没有很腻。最后也是我最期待的泰式辣酱，这个辣酱应该是好吃。他说是泰式辣酱，我们多沾一点。这个赞，这个赞。4种酱，我最推泰式辣酱，好吃。刚刚试完4种酱汁，我们现在撒上它有给柠檬，我们现在试试看它的柠檬酱汁，就是什么都没有沾，就沾它的柠檬酱汁而已。好清爽！我觉得这个牛排啊，好吃到它虽然显示2人份，但我觉得我如果肚子饿，我1个人也可以吃。它其实才14盎司而已。再来，我们试试看它刚刚现磨的芥末哈。芥末做日式吃法啦，综合以上6种牛排吃法，我觉得那个辣椒那个最推，那个真的好吃。现在最后的环节了，它最后环节也是很重要的。很多餐厅就是前菜好吃，主餐好吃，甜点难吃，那就是不好的收尾了。首先我们点了这杯 Moscato 就是一定不会失败啦。但这边 Moscato 的话，它是有多那个 peach 的香味，所以我们点的这个甜点有个就是这个烤的 peach， 我们来试看看哦。它这烤的 peach 下面有很多很多的坚果去拌在一起的东西耶，它是很甜很香的西班牙桃子，去烤完之后裹上这些脆脆的东西，增加口感。还有一个冰淇淋，我想是桃子吧。对，再来就是特别介绍。这边当地的鱼子酱，他们自己养殖的马来西亚鱼子酱，搭配冰淇淋，我们来试试看鱼子酱冰淇淋啊！鱼子酱，我们今天不是头等舱，但我们今天有鱼子酱哦，好微妙哦。这台湾人应该可以，因为台湾人都喜欢甜咸甜咸。这鱼子酱的咸配上冰淇淋的甜，很不错。但你如果不喜欢甜咸交织的，可能就不行。我觉得这餐厅应该是由米其林为目标去努力做，真的非常的好。当然啦，价格我觉得在吉隆坡真的是天价。不过我觉得来吃一下是蛮不错的，而且今天生意非常的好，是几乎客满。大家如果来的话，一定要先预定哦。这间 Merdeka Grill 的餐厅的话，同时也是欣赏夜景非常好的地方，都是大面落地窗。不过大家定位的时候，记得可以跟他备注说希望窗边的位置。不过其实所有位置都离窗边没有很远啦，这夜景是非常的漂亮。这里是75楼啊，餐厅的话大概就像这样，整体的氛围非常的良好。我们还有晚上酒吧要体验，要留点肚子。
晚上的开夜床服务的话，会给这个水果盘，然后再就给2颗这个松露巧克力。然后还有我们下午喝的这个，它这个是 lemongrass ginger 这个 signature kombucha， 就是我们下午喝的那个东西，在那个下午茶的时候喝到同样的东西。那另外的话，它在桌上的话还有摆这一个小小的这个迎宾东西，这个倒做的蛮有趣的，有点像是一个茶壶的造型。好，我们由下而上看，最下面这一层是像是酥饼类的东西，哦，是咖喱酥饼，闻到味道了。第2层这个有点像是蜂蜜蛋糕，最上面这一层是巧克力，而这也是迎宾点心的一环。开完夜床，当然就是房间的夜景部分喽。哇，这晚上房间夜景跟预想中一样，非常的漂亮。这间真的是跟雅加达是孪生兄弟耶。那在这个夜景的这一侧呢，我们这样走过来，还可以看到双子星塔，就在这边喽，是能看到的。这侧也是很美的。那榴莲洗澡的时候呢，在浴缸也是有美美的夜景可以看哦。泡着浴缸，看着窗外美美的夜景，就像这样喽。我们现在吃完晚餐了，休息了一下，我们来到卡卡欧 bar， 然后这是我们白天来过的地方，现在晚上是不是气氛很不一样啊？放了音乐之后，变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的地方了。然后我们现在一样帮我们安排这个窗边的这个有美景的座位。那这边的话一样进来会有个迎宾的饮料，这个迎宾饮料就是用可可去做的，上面还有一些可可的粉末，也是康布茶的形态。然后这个毛巾，这个毛巾也是有讲究的哦，这毛巾有香料、有薄荷等等的味道。那刚刚这边的服务人员服务的非常亲切，帮我们解释了这边很多东西。那我们非常期待等一下的调酒跟这个卡卡欧爆专门以可可豆为主题的酒吧，这是个非常特别的酒吧，很值得来体验哦。而且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好了，我要跟各位郑重介绍，这间吉隆坡拍嗨啊，这间卡卡欧吧你一定要来体验。晚餐的话 Merdeka Grill 是很棒，但如果太饱的话也可以不用。但这间我觉得你错过实在是太可惜了，因为太有趣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看中间这个东西，中间这个的话，它叫做 Flight 飞行。它主要是以3款巧克力为一个基底，分别就是 Malaysian 的 Kelantan 的巧克力，还有越南的巧克力，还有一个主厨精选巧克力，以3个巧克力为打底去配不同的饮品。那它有配的是可以配威士忌，也可以配 coconut， 也可以配 rum， 所以有 Whisky Flight、Coconut Flight 跟 Rum Flight。不过我们今天因为调酒选择性也很多，所以我们点了一个 Zero Proof， 它有个无酒精的搭配，它分别搭配的是咖喱口味，好，搭配的是 Malaysian， 就是左边这个有一点比较 tropical 热带风情的味道。中间的话，这个是 Sampi Kakoi， 也是就是搭配这个越南口味。然后右边这是比较容易入口的，它是一个比较甜的一个口味。那我另外点的右边这杯是它这边招牌特调，是卡卡的 Highball。那左边这个是当地的拉茶所做的调酒，这边的调酒真的都非常的有特色，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来尝试，尤其配上这窗外这个美丽的夜景，哇，这个真的是太享受了。好了，那现在就是我们的试喝时间了，我们就一口巧克力，一口酒吧。第一款是马来西亚风味的，哦，这瓶，好特别哦，有点芒果的果汁的味道，然后热带风情，我虽然个人不是那么爱巧克力，不过它做的真的很用心，很特别。中间是越南口味，这是下午的昆布茶，比较酸的口味。
右边这是主厨精选。这个我最喜欢。果然他说右边这个比较容易入口。他刚好特别讲，他们这边的这个无酒精饮料都是有下功夫去研制的。那他另外有给了3种这种就是饼干，酒吧都有这种饼干嘛，有这个是香蕉脆片呐、这是虾饼，好有印尼风味哦。那这就适合配一口我们的这个 highball 了，上面一样有一片巧克力哦。这个 highball 很清爽，我觉得我今天尝试的这间饭店3个特色餐饮，从下午茶，然后到晚餐的 Merdeka Grill， 到这个卡卡吧，我觉得你最不能错过的是酒吧，尤其如果喜欢巧克力，然后喜欢喝酒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间。这一间有让我想到雅加达的 St. Regis Spa， 真的很用心，软体服务非常厉害，这样让我好期待明天早餐哦。然后我们再喝一口这个用拉茶做的最后一杯调酒。这个好清爽，好好喝哦！其实它调酒种类真的非常多，为了这个调酒，好像可以多住几晚，一晚好像太少了，是不是？我刚刚坐在这边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那边敲，我不知道他们在敲什么东西。好，那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它那边就是有个巧克力的吧台，它这是有大概20公斤左右巧克力，然后现在把它现场敲出一些，让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也是一个现场体验的活动。那所以他收集了各种巧克力，那其中我印象很深刻是刚刚有一款是开心果做巧克力，那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因为我去欧洲这么多次，坚果啊、榛果啊、各种核桃露巧克力是很常见的，但用开心果做巧克力，我好像倒是没见过。那块真的很好吃。那它可以每一次就是选3种巧克力作为就是一个 set， 所以你一次可以选3种，然后就是一个钱这样子。那我选哪3种呢？第一个这个是当地的四季菊的 Calamansi 的 chocolate， 我们现在试第一块。这个超好吃，它的后面的味道真的有够好哎！我并不是很爱巧克力，但这块真的超好吃。第2块我们要试这个 salty caramel， 这就是基本口味，不过它弄得很漂亮，像这样有没有很漂亮？这一块 salty caramel 也非常好吃，那个咸得很香。最后这一块是冰城，解释一下，他说他们这边有用大量的在地元素，像这个卡拉曼西在地的四季菊，这个香草是冰城的香草做的松露巧克力。那我觉得这点是博越的很大特色，就是大量使用在地元素。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你到世界各地，那都吃一样的薯条、牛排、薯饼当早餐，这不是很无聊吗？你就是要体验不一样的文化。那饮食自然是文化很重要的一环。好，赶快来试这个。第一口咬下去，更觉得还好，越往下嚼，里面非常的香哎。这吉隆坡博越餐饮有厉害到，有震惊到我。再说一次，你再怎么样，这卡卡堡你一定要来。我觉得，即便你没有住这边，你来吉隆坡玩，你都可以自费来这边上来，专门来这个酒吧喝酒，开到晚上12点哦。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吃巧克力、喝调酒，非常棒的享受。明天早餐见，大家早安！现在最期待的早餐时光要来喽。窗外的美景还是一样很棒。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自助餐台有什么东西喽。那当然，帕海亚的话一定会有很好的阿拉卡特 menu。我们先来看一下自助餐台。首先第一区的话，这边当然就是一些基本的燕麦啊、谷物啊，然后各种奶，杏仁奶啊、全脂牛奶、脱脂牛奶。然后再来这边就会有一些坚果啊，各种果干，然后像熏鲑鱼啊、火腿肉啊这些的都是有的，所以这边是冷盘的部分。然后再来这边就有所谓简单的沙拉，还有一些配料，然后起司，然后基本的面包、奶油。
这是我们昨天吃过的那个面包，在那个 refresh 的时间在酒吧吃过了同样的东西。哦，然后这有个水果塔，有个戚风蛋糕，然后奶油的话是这样一个一个包装的。然后这边的话，哦，还有新鲜的无花果。我记得这一块起司是很好吃的，我好像见过这一块起司。然后再来哦，这边的话还有一些面包，就是全麦面包啊等等的。哦，这边还有一些像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可以拿，各种水果丹麦、芒果丹麦啊、荔枝丹麦、无花果丹麦，然后这边各种果酱。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有些 hummus 的东西，然后水果种类选择就基本款哦，后面还是有一点草莓。然后后面是有草莓，还有那个菠萝蜜的，然后前面还有一些奇异果，然后这边就是优格类、奇亚籽类的东西咯。那就是我们昨天吃下午茶的这个环境，这个环境是非常舒服的，作为早餐的场地非常的不错。再来就轮到我们最期待的这张阿拉卡特 menu 的介绍喽，那我们就用那种照片来慢慢呈现给大家说一下。那这边的话，首先当然就是有很多蛋的选择啦，这是基本的，2颗蛋呢，然后卡亚 toast 马来西亚这边的 egg shakshuka 应该这边有东西吧，然后 egg Florentine egg royal 的基本款，然后再就是有些 waffle 啦，然后 French toast， 然后再来还有4个马来西亚当地食物，4个印点食物，4个 dim sum， 这个不错，就是有很多在地的东西。那马来西亚菜色它有牛肉面，这我很好奇，马来西亚版牛肉面。然后在槟城的 Mi Mamak， 然后 Grupo Kanji Nasi Lemak 那是一定有的嘛哈。然后 Indian 的话有 Rajah Janai， 然后 Potato Masala Dosa、Spinach Puri， 然后 Lemon Idili。Dim Sum 的话有虾饺，然后有那个松露饺、流沙包。腐皮豆腐卷呢？昨天那样吃下来，昨天那颗龙虾饺是不错，这边可能有不错的港点师傅哦。至少我觉得比在新加坡吃的港点好吃。然后饮料部分的话 ，drink 除了有昆布茶，然后 green juice 之外，还有那个 protein shakes 哦，就是有蛋白饮料，所以需要蛋白质的这边有蛋白饮料可以喝。它餐点一个一个上，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试吃喽。我们先试牛肉面好了，因为牛肉面就在我的面前了。我们来加一点这个辣油，先试一口这个牛肉。这牛肉面不错哎，蛮像台湾的面呢，蛮好吃的。牛肉面的汤头我们来尝一下。哦，这个比在泰国帕海亚吃到的牛肉面，我觉得好吃很多。这牛肉面不错。再来虾饺，哦，这个虾饺沾一点酱哦。这间港点师傅不错哎，昨天吃的龙虾饺跟这个虾饺都很有水平，港点好吃，比上到新加坡吃到的港点好吃太多了。现在它这个卡亚 toast 蛮漂亮的，试一口卡亚 toast。卡亚 toast 好吃哎。接下来就出现这个像是炒面的东西，上面还有一个这个炸物。这个做的像天妇罗的东西，蛮有日本风味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印度的这个饼，我们来吃一点看看哦。沾这个咖喱酱，这个饼好好吃哦，烘得很好。然后这个是刚刚他有巡逻过来，说有个这个招牌这个 cake， 这应该是类似肉桂卷的东西。我们来试一口。它是现做肉桂卷，喜欢肉桂卷的应该会很喜欢这一道，蛮不错的。然后我们今天碰到了一位神人他虽然是在海亚工作的神人，他跟我们推荐说这间的印度菜非常好吃。所以各位观众，这一间他们说是有2个 chef， 那其中这个印度主厨 chef 非常厉害，所以他非常推荐我们来这边要吃印度菜。所以我们刚刚本来点的都是马来西亚早餐嘛，后来就印度料理全部来一份。所以我现在是这个菠菜饼。这个好吃哎。然后还有另外这个，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长这样，柠檬口味，有点像柠檬饼。这间帕海亚这种早餐在地元素很多，
其实马来西亚跟印度是很密切，这边有很多印度人，所以我觉得印度料理当做当地料理是很合理的。那真的处理都非常好。我们刚刚从椰浆饭啊、牛肉面啊，然后印度菜都好吃，港点也不错。我们最后再试一下2个港点啊，今天差不多，今天马来西亚食物、印度食物都试完了。这个是松露饺子，不过颜色有点诡异，是这种红色的松露饺子。走一个清爽风格，不过松露味道没有很浓，这道还好。最后这个是应该很困难，这是腐皮卷。里面的虾子满满的，料还不错，皮呢还可以啦。这一间早餐的话，我觉得在帕海里面算是蛮不错的。它当地食物选择很多，用餐环境也蛮好的。在这边的话，如果吃到10点半，应该中午就不用吃了。好啦，这是美好的帕海亚早餐，很棒。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吉隆坡博悦的99楼。那这99楼部分呢，就是所有的公共设施的话，都在这个区块了。这是吉隆坡博悦的健身房部分。那一样不可缺少的就是这个高空健身房喽，位在99楼，所以 view 非常的好。器材的话也还算新。空间的话也还不错，毕竟饭店只有200多间房间，这样健身房其实是 OK 的。而且大家看到这个其实使用率并不高，美美的健身房。那这边看出去的景色的话，就正对的是吉隆坡塔，还有双子星，其实都看得到，算是一个吉隆坡最好的位置了。99楼呢，还有一个像这样子的无边际泳池，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它就位在整个都是室内的区域，并没有像雅加达博悦是露天的区域。不过这边游泳还是很舒服，而且泳池还算是够大，还可以好好的游泳，不是泡脚池。然后窗外的美景一样很漂亮。那我们就回到房间，帮大家做吉隆坡博悦的总结喽。我先简单补充一下，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公共区域的部分呢，那圈圈润里面的话是有3温暖的，还有一点值得提，它的烤箱很特别，它的烤箱是号称用喜马拉雅的盐做的烤箱，所以有一面整面的红色的盐的墙壁。然后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啦，不过就是一个噱头这样子，然后蛮有趣的。然后它那个3温暖的热水池有那个按摩浴缸的那个地方的景色非常美，然后有一个花洒间也蛮不错的，所以它3温暖里面的设施是新的。虽然3温暖并不是很大间，但我觉得是很值得去的，所以3温暖一定要去哦。然后游泳池也很棒，健身房的话动一动也不错，因为这边东西太好吃了，所以你吃了这么多，总要运动一下嘛，对不对？好了，那我帮这间做个简单总结好了。这间其实我们大家今天就是我们在这趟入住的旅程当中，遇到很多都是对博悦这个品牌的爱好者。那像有一对夫妻带着小孩从新加坡来，他们也非常喜欢。然后我们也遇到一些Hyatt里面的一些工作的人，也跟他们聊。因为这间其实大家都真的很期待。那其实我来入住的这个2天的过程，其实任何角落，其实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不停的在记录。那我想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博悦这个品牌在亚洲区好久没有一间新的博悦了，好久没有了，所以这个是大家期待很久的一间全新的博悦，而且开在吉隆坡这样的地方，居然挂Cat 5，然后房价又这么高，所以我想大家都会非常的好奇，它到底为什么可以挂Cat 5？我个人觉得5的话，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甚至有再升的可能。第一个理由，它有一个绝佳的 location， 它在这个118大楼是亚太地区最高的这个酒店的位置。那光这地理位置，我想就加了非常大的一个分数。那看出去的景色，像他们说国庆日啊，在那个酒吧那边看那个烟火，他说真的是全城最棒景色的地方。第二个，我觉得在吉隆坡，因为取得这些食材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他们在食物上面的下功夫是非常高的。3间餐饮的体验，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个人会最推就是那个卡卡的那个酒吧哦，那个酒吧真的是非常用心，就是巧克力的搭配啊、选择啊、各种调酒，其实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让你的体验是非常愉快的，会非常的 interesting。所以大家如果来，我觉得一定要去。即便就那间酒吧，我推荐它，就即便你没有住这边，你也可以来。
那个 Marika Grill 的话，就是一个标准 standard 的 fine dining 的餐厅，它就是往 fine dining 去做，不一样的白酒，用不一样的酒杯 ，Sauvignon Blanc、Chardonnay 不一样的酒杯，然后到盘子热等等的细节做的都非常到位。那当然口味也相当不错。当然啦，在吉隆坡来讲，这真的算天价的餐饮了，真的天价餐饮。然后 Park Lounge 的话，当然就是中规中矩，它下午茶非常棒，然后早餐的话真的非常棒，因为有我最喜欢的各种在地元素，那真的非常的好，而且他们有跟我们介绍，它这个是很难得，它这个 Park Lounge 是双主厨的配置，有一个专门是烘焙师傅的主厨，所以它的面包点心类，那最有名的是它这个千层酥的部分会现做给你，非常厉害。那另外一位主厨是印度籍的主厨，那这个就是我想他很用心的地方，因为大家知道马来西亚的话，其实除了马来人跟华人是前2大族群之外，其实印度人也占了不少的比例，它有将近10%的比例印度人。那为什么马来西亚会有这么多的印度人呢？就是因为那时候英国殖民的时候，为了大量开发马来西亚的资源，所以他们把很多英属的一些印度人，就是有系统性的移民过来马来西亚，造成马来西亚现在有很多的印度人，所以有很多的印度菜，它搬到马来西亚之后，其实就变成是一种马来西亚的印度菜的一种混合的感觉。那这是很特别的，像第一道菜那个Rajah Jana 那一道菜的话，其实那个字印度语的话，并不是这个名字，那搬到马来西亚变成这个名字，所以等于它是有一种类似说是文化融合的一个产物。那所以呢，在这个巴开亚的话，他请了这个印度籍的主厨准备这些印度料理，除了代表说，这边少数族群也受到一些重视之外，更代表是当地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所以它的菜单我觉得就非常的明确，它那个当地 local 的菜单上面就有3个部分，除了 Malaysian、Indian、Dim Sum 当然就是所谓华人吃的东西了，因为这边主要的华人的话移民还是以广东、福建居多，对，那广东话也是蛮普遍流行，还有福建话，所以那这个就用 Dim Sum 来代替，所以Dim Sum、Indian 跟 Malaysian 就构成它 local food 的主要的部分。所以，他有推荐哦。如果你中午来这边吃饭的话，它有很优惠的套餐，听说羊肉非常的美味，然后而且就是价格就是很正常的价格。他也知道Marika Grill 的晚餐的定价是真的很高的，但午餐的话就是非常的划算。对，所以这间我觉得软体服务上面，我觉得绝对是没有问题100分。好了，那还是要说一下缺点。下面1楼当然还在施工，那我觉得这个不是饭店的问题。可是像今天我们来这一次，那106层的这间房间，很明显，我这次跟我同行的旅伴，我们来，这是我们第一个入住的房间，就是房间没有被人家住过。那个一进来，那个甲醛的味道实在是浓到我双眼睁不开，很浓烈，所以后来我们是先出去了，那请他拿空气清新机出来，晚上才觉得好一点，但整个楼层还是甲醛味非常严重，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甲醛味道是比较过敏的，我可能建议你大概可能要过半年之后再来，因为它现在楼层一一的在陆续的在往上开，现在只开到106楼，上面还有好多层楼，所以它这个甲醛问题，我觉得可能至少要半年，因为这味道真的是蛮浓的，味道真的蛮浓的，或者是你可能事情要请他帮你准备空气清新机，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蛮可怕的。再来就是说，这么高档的饭店呢、酒店但它施工的品质，在房间里面，还有像餐厅，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你处处可以看到，就是做工其实不是很精细的地方，像有些贴皮贴的就不平整，或者是已经凹陷了，才刚开幕的饭店，或者是像我们房间的那个拉门，很可笑，很好笑的是拉门打开来。那个拉门下面当时装潢的那个贴纸都还没有撕掉，这个部分确实是有点邋遢的部分。我觉得验收上面的硬体部分并没有做到真的很好，可能有点仓促，我不知道。但是硬体上面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就主要是施工品质，就是你大厅看进去会觉得哇，饭店好美，然后景色好漂亮。可是当你走到房间或餐厅，你仔细坐下来，仔细再看，发现怎么？这边凸起来，那边凹进去，这里没有平，那边怎么样？就觉得有点奇怪，怎么这个整体的形象并不是这么的一致？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的问题。对，其他部分就都很好。对，这个装潢部分我就不知道它要怎么样更新了，因为这已经是新饭店了，然后它就是第一次没有做好，那个很多细节部分是
没有做得很好。我觉得这个价格，然后这个软体的服务品质跟这个食物，还是吉隆坡的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我想下次我来吉隆坡，这可能还是我的首选吧。毕竟帕海就是我的最爱嘛，对不对？好啦，那这就是亚洲最新开幕的博悦系列，帮大家开箱完毕喽。下一间按照排程，理论上该轮到台北，但台北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开呀。那我们就期待下一集博悦台北见喽。那我们下一集饭店开箱、贵宾室开箱，我们再见喽。大家再见，拜拜。